本节目由祝你年年好运的安慕希独家冠名播出，好运安慕希，年年在一起。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名侦探俱乐部，上芒果 TV 搜索大侦探限定卡，购联名款墩墩机享特惠。大侦探规则升级，设置侦探排名榜，每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在2轮各投出1票，共计2票；侦探助理及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侦探若2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可投2票，玩家每人可投1票。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拥有侦探徽章的发放权，不参与最终排名。上一集，和普列因暴风雪封山，进入日不落公馆借宿。好大的暴风雪！恰巧遇上一场聚会。你们是来救援的吗？而且我们这里还发生了一个命案。什么？一同参加聚会的真火火被发现死在公馆202房间内，死状与7年前双尸命案的死者如出一辙，眼睛被黑布蒙住，双手被反绑。心脏处中刀，初步判断因失血过多而死。经过初步排查，凶手就锁定在前来参加聚会的5人之中，他们分别是张摇滚、荣天真、大专家、魏新文、欧迪加。死者和7年前的案件有何联系？公馆的时钟有何玄机？凶手在干嘛？他调时间是为了干什么？其他嫌疑人又隐藏着什么秘密？案件扑朔迷离，等待玩家侦破。经过分析与讨论，各位嫌疑人的杀机依次显露。下面一个要分享的是我们魏新文。好，我去的是大专家的房间，哎，发现了大专家跟泰美丽其实是一家人。他们有一个家规，上面写着：1，每天8点之前必须回家。为什么？应该是晚上8点吧？确实是晚上8点，因为我们家是筒子楼，8点后没有电梯了，然后上来不方便，然后主要是这个。第2个，必须穿长袖长裤，就是他家怕冷，保暖。我们家祖传体寒，就是比较传统的家庭，非常规矩的，对。第3，不准打耳洞、染发。确实是因为有一个人叫大张伟啊，他之前染发什么那些的，对，也是比较疼啊。为什么是大专家按了手印，泰美丽并没有按手印？因为泰美丽人不听啊。我说就必须得听嘛。你看我这个面相，像一个能管住别人的人吗？当时我就说，你看哥帮我吧，我摁了啊，然后我妹妹说你什么破玩意儿，就结束了。她是你妹妹是吗？妹妹对。因为他是泰嘛，我是大，他比我多1点，就是我比他少一点智慧，就是这样啊。我是一个又穷又笨，然后他是又聪明又棒，就是这样。明白了。就是你们家就只有你们2个孩子是吧？没有家长，还是你长兄为父，还是怎么的？好，不问了。我明白你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是谁，就是我们俩就是相依为命过日子，而且在贫民窟啊。那日子过的，当时抠买香水都喷人中上，就只闻这么一点儿，然后就不敢往边上喷都啊。
就特别穷，特别穷还能买香水，买香水那么一点人中。那家里臭啊，就是这么会过日子。然后第二个我发现了，他是落日大学的学生是吧？也是，因为有一张他在落日大学门口那个照片。哎，然后第三有一个家长请假条，我是美术学院服装设计专业的太美丽的家长大专家。由于太美丽生病，特此请假1个月。2000年的1月16号。为什么要请1个月的假？说起来呢，大家要知道，我是一个可以定家规的人，说明我这个人非常的正派，好吗？说证据之前，先夸了一番自己，我非常正派，就正派，要不摁手印儿。对，我妹妹，哥哥先来了啊，走，你摁下了。只能说明你老派，不老派。我虽然穷，但是我志不短。然后我以前是个开车的司机。有一次我去送一个客人，然后去饭馆的时候，我发现我妹妹在卖上头水。我说怎么还在饭馆卖上头水？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就怕她碰见那些形形色色的人，形形没碰见，只碰见色色的人，色色的人。后来在某一天，我的这些工友们谈论报纸上有一个私照门，女生那种穿的比较客气的一些照片。那个照片上我一看就是我妹妹，就是太美丽。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哇塞，她怎么能这样呢？然后我因为比较正派嘛，然后我就说我得赶紧好好管她。然后呢，我就向学校请了假，我就是回来跟她好好说说，就别这么暴露，是吧？其实有点像你给他禁足了。我生气了，就是禁足了，你就在家待着，不要出去，好吗？就是这样啊。明白了。因为这个妹妹对于我来说是我们家的骄傲，是我的骄傲。你要保护好她。对对。然后他妹妹在底下写了一行字：“你和那些欺负我的人没什么两样，根本不懂我。”就是妹妹是对哥哥的做法不理解。当然，年轻人嘛不懂嘛，对吧？就是说他就不知道我这么管他是着急替他啊。然后后来我又发现了线索，他每个月会存500块钱。然后他就说存够学费，哥哥就不用那么辛苦了。这个妹妹其实挺体谅哥哥的，因为太美丽卖上头水其实是为了帮这个哥哥减轻才发现压力。所以我错怪他了呀，我以为他卖上头水是喜欢比较灯红酒绿，对，结果其实他是在心疼哥哥，对，多挣一点钱啊。但是我理解的太晚了一点啊，稍微有点。1月20号，就是那个太美丽被杀害。然后后来又在大专家的房间里搜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比较复杂，是郝平凡写给大专家的信。我姐姐写给你姐姐写给来了他哥哥的信。郝平凡跟太美丽是同学嘛？不是，互相支持的那个。他说太美丽生前曾经与我讲过你们之间的矛盾，我想你的不理解可能是他这一生唯一的遗憾。我和太美丽是在迷雾森林相遇的，那时候我想要跳湖自杀，是太美丽救下了绝望的我。就是那天晚上，这份陌生的善意，让无处倾诉的我第一次开口说出了自己被性侵的遭遇，是太美丽开导了我。她告诉我，痛苦应该由加害者承担，而不是被害者。于是，我在她的鼓励之下报了案。就是第3个灯出现了啊！对，这个世界有太多沉默的受害者，我也是。我出生在一个充满暴力的家庭，考上大学是我逃离家庭的唯一办法，我成功了，却把妹妹一个人留在了无尽的绝望里。但是太美丽不一样，她一直在好好的保护自己，同时也在保护着像我一样的女生。这次我会像她一样勇敢，这是太美丽传递给我的勇气。200年1月21号，在太美丽走后的第2天，
就是我妹妹之前鼓励过好平凡，对。同时呢，就是也是告诉你，你心中也可能会在学坏的妹妹，其实是一个非常正直、非常坚强的人。因为我发现这封信之后，我才懂了，其实我妹妹不仅在保护自己，还在保护这个身边这些完全没有人理解的这种难堪的事情。同时呢，这封信也解开了荣天真的一个心结，因为他一直以为姐姐不要他，但是因为姐姐也无能为力，所以姐姐也一直觉得把妹妹丢在家里，不去管她，她非常的内疚。那其实对于荣天真来讲，这也是一个解脱和救赎，因为她其实没有来得及听到姐姐跟她说这一件，姐姐就走了。对，没错。然后后来我又发现了这个大专家，他其实有一个 DV， 然后 DV 里面有一段视频，视频上面就是他去敲别人家的门，给咪咪看一下。竹子这一季，侦探就叫咪咪了啊！呵，我不叫何咪咪呀！休想洗脱了，完蛋！有本事出来啊，杀人犯！他给人门口泼油漆。不出来我就拉你家检查。你看，当然，理直气壮，不愧是你家规的男人。然后我想说的是，因为当时我看了那个报道，然后说是你陷害了，对，所以我当时就愤怒了嘛，然后我就去他们家拿着油漆泼他，我就感觉拿漆泼他就能够解恨。 后来我又发现了大专家，他其实有一个刑满释放证明书，兹有大专家男因过失杀人罪，在2000年3月30日被落日镇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无附加刑，坐过牢。因为当时我收到了一个短信，就问我发给我的，他跟我说。 龚长章并不是，是另外一个人，然后杀死了我的妹妹。有那个细细的截图吗？这有一个恢复大师，上面发短信的人是真火火。2000年的2月28号，上面写泄露太美丽照片的并不是龚长章。 他不过是落日大学学生会的主席，特优秀的替罪羊罢了。特优秀，我这里有证据，并且我打听到，特优秀下周3晚会去上头水。如果你想问他问题，那是最好的机会了。然后底下有一个附件，就是你妹妹的那些照片的附件，是吧？对对对。 我当时听完之后我就疯了，我说那怎么办？那我要给特优秀弄死。然后他说这么着给出一主意，我这儿有一车，你开着那车去吓他，然后去假装要撞他，去吓他。我当时就自个儿不知道怎么回事，那车就冲过去了，给他撞死了。你撞死的人是特优秀是吗？确定？对对，然后我就进去了。 就是当时，但是我觉得我值了，因为我觉得我给我妹妹报仇了。反正她死了，我去坐牢，我就坐了。当时有个律师呢，也找我来了，突然凭空啊，天地一声雷，出现一个律师，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你要是想减刑，你可以这样，你把你之前这些短信全删了。之前我就不能留这些短信了，全删了之后呢，我帮你打这官司。 你就能减刑。我信了，信了这律师。你看到的这个照片是真火火跟谁呀？这个是这样的，我刑满释放了之后啊，我不出来了吗？因为我出狱之后，我找不着工作，我那个出租车不让我开了，我只能去从搬砖开始了。慢慢的让自己活得更好。 之后啊，我出来不是那个看报嘛，就是我毕竟有家规嘛，要看报。然后呢，那报纸上写着有一个女子惨死桥洞7年前悬案重现，然后落日杀手究竟是谁？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把他杀了。哎，我都把他撞死了，为什么这人还在杀人啊？然后我就觉得，哥们儿，白坐牢，这怎么回事啊？然后后来我就去真公司，然后去逮他嘛，在门口趴他。 然后后来我发现，哎，这姓孙的真的不是姓孙的真的，然后真的东北大真的，对，这姓孙的真的就是
他居然跟律师在就之前不是突然出现那律师，俩人在握手聊天儿。哎，我说这律师怎么跟他也认识啊？我去找那律师啊，我也是想打那个律师，跟你当时那想法是一样的。我说我打那律师一下，然后律师开始打我，就这么个破事儿。然后呢，他跟我说这么着跟你说了吧，之前你就是一傻子，你就是笨，我就是骗你了，怎么着吧？就把这件事全告诉我了。我当时突然我就明白了。就是真设了一个圈套，其实我觉得就是让他，就是后来才知道，让他去用你的手后来去才知道灭了。对。所以我就知道了这一切之后，非常的愤怒。然后那个虽然他坐了3年牢，但是他还是改不了这种暴躁的习惯。就今天的卷宗，他也揉成了一坨。你也暴躁，我也生气嘛，我也生气。哎呀，一听这暴躁2个字，因为他对于就是前面那同一个人，他愤怒了，因为凭什么，对吧？我不是把那人撞死了吗？凭什么？我当年这3年来白做了。你其实今天不是奔着真火火来的，你是奔着当年的真相来的。对，你也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遇到真火火。对，就是这样。今天的局你们觉得是真火火布的吗？不是，不是，对不对？我觉得不是，是你们其中一个人布的，对吗？下面来荣，小灯泡，对，小星星，卖火柴的小星星，小监控，小监控，那么得意，我查的就是你。来了，要不然你叫小监控呢？你快点说。我去了魏的房间，首先魏新闻，问心无愧。大家每个人拿到那个卷宗，就是有的人是撕了，有的人是反正就是各种情绪，他给裱起来了。你没有。你那么正常，我一个做新闻的，我肯定很正常啊，看到这种报道。所以你没有从这个卷宗上读到什么特殊的情绪吗？对，不是，就是我在意的点跟这个没有太多关系。明白。OK， 好的。然后紧接着呢，我看到了一个被他裱起来，相当于很珍藏的一个语文考试卷子。班级是5年级，姓名是叫超勇。然后比较关键的是有一篇作文叫《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是个优秀的记者，他会写很多东西，也会赶走各种留下恐吓信的坏人。我想变得和他一样厉害。爸爸唯一的缺点就是老不回家，妈妈总是因为这个和爸爸吵架，但我不嫌弃爸爸，因为超人总是很忙的。所以这个是你的儿子吗？对，这个超勇是我的儿子。因为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嘛，所以我在做一个关于毒家具的案件的时候，就涉及到很多的贪污势力，他们就给我家寄了很多的威胁信，包括我儿子在上学的路上也差点被车撞了。我的太太就觉得孩子的安全没有保证，她说那这样吧，我跟孩子单独生活，然后你自己孤身走暗巷吧。太太就跟孩子离开了我。后来我是看到我的孩子写了这样一篇作文，我觉得这个也是支撑我的一个动力，所以我就更坚定了要做一个好记者的决心。对，然后呢，有一个日历是 M200年的，1月份，也就是在我姐姐受到侵害的那个时间段，在22号，你写着说去洛大调查搜集素材，然后在24号写的是好平凡深度采访，打了一个红心。
所以那篇姐姐的深度采访是你做的吗？对，是我做的。因为我的儿子也是在洛大上学，然后我看到洛大有很多狗血的吃瓜新闻，就是讲了这个一个女孩是被性侵，然后又有一个女孩是被杀害。这个时候我就去到学校调查太美丽这个女孩的消息的时候，正好碰到了郝平凡。他说：“我知道你是《每日一报》的记者，我想把很多的内幕告诉你，你帮我做一些这个真实的报道。”我说：“好的。”24号我就约了郝平凡做了一个深度的专访，然后25号当天早上我就把这个稿子发出来了。但是为什么在25号把它划黑了？然后本来是要发新闻，然后赶稿，26号赶稿，27号赶稿都打了叉叉。因为25号的那天晚上我就接到一个消息是，郝平凡被杀害了。又过了2天，我又收到一个消息，是我的孩子的尸体，在洛大对面的一个垃圾箱旁边被发现了。警方告诉我，发现尸体是27号，但是死亡的时间是25号，跟郝平凡是同一天。这么狠，也是蒙眼绑手。对。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因为我当时又在学校，然后我又一心扑在这个报道上面，但是没有太多的去跟孩子去沟通。你可能也没想到，对，没想到他会卷到这里面。对，我就觉得我没有做好一个父亲该做的，所以我就把25号那天涂黑了，然后把后面都打了叉。就是我本来还想要继续写更多报道，然后后来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放下这些事儿？我当时是非常内疚的。然后是有一个《每日一报》，是在 M200年的1月28号，在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有一条新闻说落日镇本月第3起凶杀案简讯，其实就是你儿子的那个，对，你标注了一个荒谬。我觉得很荒谬，就是因为这个隔三差五的八卦报纸把这2个女孩的消息弄得铺天盖地，但是大家的关注的重心是偏移的。大家就是关注这个女孩的作风怎么样，前面的八卦啊，这个女孩的穿着怎么样，就是她没有在于说这个凶手是什么样的，他的作案的过程是什么样的。但是我儿子这个消息，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去给这个男孩过多的写什么东西，所以这个男孩的消息就被放在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就这么过去了。所以对我一个新闻工作者来说，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到现在为止，落日镇知道还有第3个男孩被杀害的人很少，大家通称7年前的事情叫做双尸命案，都是讲2个花季女孩怎么样。而作为魏新文来讲，他的亲生儿子同样被一样的手法杀害，没有人关注，没有人讨论。然后我有点好奇了，就是你跟你儿子应该是有一个聊天记录，2000年的1月24号，晚上18点，你给他说爸爸最近有点忙，你在学校照顾好自己。1个小时之后，你儿子给你回说放心吧，老爸，我会像你一样。然后是他抱着自己的儿子，很甜蜜的一个，其实是一个聊天记录，他把它打印出来，做了自己的手机壳。但是为什么你写了一个幸好？你儿子都死了，你是幸好什么呢？这个就是我跟我儿子在他死前还发了信息嘛，然后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很内疚，我就把这个对话的这个截图打印下来做成了我的手机壳。然后后来我就看这个卖瓜王不是有一个报道吗？就是他说这2个女孩的死跟弓长张有关系，我就去找了弓长张，我就问他，我说是不是你杀死这2个女孩和我儿子的？然后弓长张就不说话，然后我当时就非常气愤，我就想打他。我刚准备打他的时候呢，我的电话就响了，然后我就看到了我儿子的这个照片，然
那我当时就马上控制了我的情绪，因为我说我儿子肯定不希望他的爸爸是一个很冲动，用这种手段去对待别人，哪怕他是一个嫌疑人。所以我当时就忍住了，我就没有打你，对吧？然后我就问你，我说是不是？然后你就痛哭的告诉我，你说不是我。然后我当时看他也是个孩子，然后他也那个时候是非常瘦弱的。我从他的真诚的态度，还有他的体型来看，我觉得他有可能真的是无辜的，我就相信了他。然后我就回来写幸好，我就觉得幸好我看到这个照片，我才不会成为我自己讨厌和我儿子讨厌的那种人。没有铸成大错。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31773，这几个数字他写的是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然后他用了很多种方法，比如说是英文字母的拼写，或者是说什么是密码，他想了很多办法，然后还写了一个还是不对。你怎么有的这个数字？31773其实是我的孩子被害的时候，他在地上留下的一串数字。然后他为了不让那个凶手看见，然后他还拿手把它稍微遮挡一下。但是警方最后告诉我，他留下了这样一串数字，问我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也想了各种破解的方法。对，他想了各种各样的破解，但是确实都是不对。一直都没有解开这个数字的谜题，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吗？到今天坐在这儿，其实我已经解开了。然后就在这张纸的，就是31773的紧接着的有一张纸说，通过手机号询问死亡前的情况，然后比如说李一啊、赵二啊、钱四啊什么什么，他都打了电话，反正就是没有联系上，他就一一把他划走了。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啊？就是我通过各种办法去调查我儿子的死因和他到底跟谁在一起，对得罪了什么人什么的，都一直没有什么消息。对，是这样。然后紧接着的有一张纸，他说终于问到有用的信息了，儿子关注了特优秀，特优秀呢是学生会的主席，然后有一个黑市失身药。就是我在调查到他的一个同学的时候，他同学告诉我了一个消息，就是在那一个阶段，他一直在调查特优秀。对啊，一定是他又牵连进来了。他为什么调查这个特优秀呢？就是因为郝平凡这个事儿爆出来之后，他就跟我问的这个同学有了很多的观念上的分歧。这个同学觉得这个学生会长，他既然是学生会长，他品学兼优，他应该不会是一个坏人。我的儿子就说，那学生会长就一定不会是这个杀人或者是强奸犯吗？然后他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调查，然后我就觉得，哦，是不是我有一个突破口，就是去找到这个特优秀，我就去调查特优秀。就是我在调查的时候，并没有调查到他杀人的证据，反而调查到他强奸的一个物证。对，物证就是他在黑市买了失身药，买过这个失身药。对，然后他最后写了一个特优秀竟然死了，所以你是知道特优秀死了？对，就是后来当我想要找特优秀的时候，突然接到消息，就是说特优秀因为车祸死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卖瓜王，你写了一个隔三差五包，还有一手信息，什么板块不同，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完全看不懂。因为特优秀的线索断了之后，我就在想，卖瓜王是发出这所有消息的一个头，我就想要找到这个卖瓜王的真实的身份是谁。然后调查完之后，我发现这个人真实的身份是真火火。对，就是他。对。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200年的1月底。200年1月底你就知道真火火是因为在200年的这个事情里面，就卖瓜王一直在搅嘛。对。然后呢，还有一封是辞退信。魏新文先生，经公司研究，我司发现您不能胜任本职工作，公司决定对您予以辞退。真视传媒集团 M203年3月1号，并且有一个手写的字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你也有今天。4年前，我突然知道我们的公司被收购了，然后我就去找这个郑火火问他，但是他还反过来侮辱我，他说我很没用。
他说没有想到你也有今天，他就觉得我作为一个记者来说，可能连孩子的他在嘲笑你，你连儿子的这个真相都调查不出来，是吗？对。那照你刚才这么说，这几个字儿是真活活写的？对，还被备注了。亲笔 PS 了一下，没 PS。哦，这个真的。他还给你写个弹幕，是吧？对，这个有点儿。是一个字体吧？是吧？是一个字体。你看“你”字对吧？后来我就说他为什么要写这段话，我就开始往回倒，然后突然我想起来，这个人是当初我手底下的一个实习生。他最开始来我们《每日一报》的时候，老发那种狗血的新闻，我觉得对我来说，这种新闻是不入眼，对，不入眼的。然后我就说小瓜呀，你那个他当时不叫小瓜，卖瓜小珍啊，就是我说你写这个不对，我说要不然你就利用我们高就，然后他就走了。现在想起来，哦，他原来是收购我们公司，然后记仇记这么回来要侮辱我一下，报当时的仇吧。事情真大。然后呢，我在他的房间里搜到了一个专辑《落日》的这盘专辑里面有几段话，大家听一下。一个是 M200年1月12号说的，说难道派对上我看到特优秀带走郝平凡，并非他自愿？第二段是1月10号的，我帮郝平凡讲话，竟然被特优秀威胁殴打，他肯定心虚了。1月15号。我跟踪特优秀，终于有了收获。他将一张支票给了一个男人，只听到特优秀在离开前说了一句：“真火火，一切交给你了。”然后1月23号，特优秀这边已经查不出线索了，我决定换个方向，跟踪调查真火火。我一定要揭发他们的阴谋，找到真相，成为超人老爸的骄傲。所以这4个留言其实是他儿子写的，他儿子在跟踪整个事件。1个月前，我想给我的儿子过一个他的生日，我就去到了他们母子2人的家。正好我的太太就说前2天下雨，孩子的那个书都被雨给淋湿了。她说我们帮他晒晒书吧。然后这时候我搬书的时候不小心就看到了这个碟片掉到地上了。掉在地上的时候，我突然知道31773是什么，是这个艾莉的反过来。英文的反哦，反过来看就是艾莉这几个字，他其实就是把所有的线索都埋在这张唱片里了。对，所以他其实他也可能看到凶手了，因为这个里面提到了特优秀和真火火，而且他儿子发现后来真火火才是这个事件里面很关键的一个人物。大概率特优秀给钱给真火火，就是让他以这个卖瓜王的身份搅乱舆论，然后呢把所有的风向往2个女孩那推。然后呢，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在跟踪完特优秀之后，又在跟踪真火火，引来了他的杀身之祸。这是老爸肯定可以这么去联想的，所以我刚才是想说，这个真火火他一定在这里边，他不是说单纯的一个瓜主搅屎棍，因为最终真火火借大专家之手把特优秀给干掉了嘛。但是咱现在通过最新的线索来看，其实一开始是特优秀雇佣的真火火，而他帮他干了很多肮脏的事儿之后，也许后续他在要挟特优秀或者是什么，他们之间没谈拢，反而真火火做了一个局，把特优秀给干掉了。现在就是看特优秀给他钱，到底他干了什么？他是只干了就是搅局的事儿，他还是真的动手杀了人？好，然后我接着讲魏新文。你从今年的1月12号开始到1月24号，就分别消费了很多笔高消费。皮箱里，芒果银行信用卡透支，有一个芒果银行的信用卡的透支的通知，你花了好多钱哦。你干了什么？我就是为了跟踪真火火。后来我还调查到一个我之前不知道的信息，就是这3个死者前2个女生，她们死的时候身边有一个歌词卡片，
对，就是跟这个对落日的歌有关。对，但是我儿子死的时候没有这张卡片。我当时觉得，就是他被害的前后，他一直在跟踪真火火，就是有没有可能是真火火是这个凶手？然后他在杀这2个女孩的时候是有计划的杀人，所以他准备了卡片。但是我的儿子看到他杀人的时候，他是属于意外嘛，然后他发现我儿子之后，他把他杀了，但是他没有准备多的卡片，所以旁边并没有那张卡片。然后呢，就刚才一咪说到说，是不是有人提前知道今天真火火会来？对呀，对吧？所以我就猜想，他花了很多钱去跟踪真火火，然后呢，他还带了一把刀来，有一把刀，所以他花了那么多钱，是不是他就知道了真火火今天的行踪？我这样讲一下吧，就是因为真火火，后来我发现他很有钱嘛，他出入的一些这个社交场合都是纯会员制的，所以我就花了很多的那个去买卡，然后去办了很多会员，充会员哇。但是这个哥们儿呢很谨慎，就是他没有留下丝毫的破绽，然后我等于说我也没有钱了，我的调查也陷入了一个瓶颈。然后后来我因为知道艾莉这个歌手，我就一直在关注她的网站，然后直到那天就跟你们一样看到网站上这个信息，我就想哦，那有可能今天晚上会有凶手来，那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火火，所以我就带着刀，带着我的手机。你为什么觉得凶手会来呢？如果真的是凶手的话，不是应该躲着这样的事情？就是等于全世界，因为他对这件事情好奇和想要报仇的人都会蜂拥而至。这个时候凶手为什么要来啊？因为他提示了，他说你想要知道事情的真相吗？等于凶手是怕有人告诉他们真相，所以他来阻止真相，是这个意思吗？也就是说，其实没有人敢确保凶手会来，大部分人是好奇，先了解了事情的原委，然后回去再实施这个报仇的计划。然后有一个最关键的是跟今天的时间线有关系的啊。这是个什么？录音笔？是有一个录音笔。大家听一下。是不是你杀了我儿子？哼，你儿子死前真的超勇。都给我滚！就是他去找了真火火，问我儿子是不是你杀的？他说你儿子死前真的超勇，他就很挑衅。然后就没有说完，紧接着就咚咚咚，他来敲门了。死前超勇，超勇啊！哎，很奇怪，你们俩奔着一个目的去，没有当下就把他给对呀。你们就走了，这么是因为我们彼此不能确认彼此的目的。如果是商量过的话，就弄死啊，有道理。可是我就是这些了，谢谢。我俩应该通个气儿就。通个气儿怎么了？你们俩杀了？怎么样都通气儿了，现在直接真的是直接你们俩进笼子呗。好，到张摇滚工厂张 AKA， 我去的是欧迪家的房间啊。他的房间首先有一些画，画了各种各样的蝴蝶，发蝴蝶哦，蝶飞飞，蝶飞飞，蝶追追，蝶追追，蝴蝶飞。你们还唱的我也是。两只飞碟互追追，写了很多的小诗啊，然后这个还有什么放轻松，百搭又好看，放轻松可入心，反正就画了一堆画。那个画就是我的身份嘛，一个流浪画家。对。我基本上是住在森林的这个棚户区，棚户区是被大家称作小镇垃圾，
说我们就住棚户区的这帮人是特别破落不堪的，然后很肮脏，我们是不太敢走出去的，会被别人嫌弃。所以我一直在森林里面生活，这就是我大自然的那些画画的部分。然后它的这里面出现了我们目前已知最早的一个新闻报道，是在 M190年的6月22日的《每日一报》。它这上面的一个新闻是 M190年的6月21日，落日镇东北郊的迷雾森林，现场有一女性残破衣物、尸骨以及一双女士童鞋儿童的童。发现尸体时，狼群正在吞食尸体。下面写的是杀人魔为什么这么残忍？我想你们了。这是1990年的6月22日的新闻，距今17年前。这个报道呢，是我的家人被这个杀人魔给杀了。死去的是我的妈妈和我的妹妹。这是你们全家的合影吗？这里面是有小时候的欧迪加，然后这里面应该是他的妈妈跟妹妹，然后左边是一个男的戴着眼镜有络腮胡子，被撕掉了，然后右半边这上面写着我们一定能重新开始，而左边这个男的脸上打了个叉。然后我在欧的这个房间里面，在他的枕头底下还发现了一个日历，然后有2个时间点被特殊标注了，一个是4月份的21日，这一天他是用黑笔把这一天给抹去了，然后是1990年的6月20日，也就是在遇害的前一天。 4月21日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是这样的，这个是我特别黑暗的一个时期。我妈妈嫁到这个落日镇来，其实是远嫁。嫁过来之后，就是有了我跟我妹妹。我爸爸在落日镇是一个比较大的家族。我的爸爸叫贾好帅，我的妈妈叫李好美，我的名字叫李真美。 然后我爸爸其实以前生意做得很好，后来突然就落魄，生意失败之后，他开始酗上头水，后来就开始家暴我妈妈。如果我们姐妹俩要去拦的话，一起被打，整个童年都是灰色的吧。被涂黑的那一天呢，是有一天我看着我妈妈就偷偷摸摸的裹了一个头巾，然后就出去了。 我就很担心妈妈，然后我就跟着去了。结果走到森林里面，我就看到我妈妈拿出一根绳子，自尽了，就想要上吊。哎呦！我就疯了，就冲出去，我说：“妈妈，你不可以死！我说你走了，我们怎么办？我们就不每天被打死吗？”所以妈妈在我们的生命里，现在就是一个最后一道黑暗里唯一一道光了。如果妈妈真的把我们丢下了，我们就真的很惨了。 后来妈妈又觉得不忍心，然后又把我抱住了，说：“那算了吧，我们回家。”开心的日子其实也是有的。 开心的日子就是我爸爸去喝上头水不回家的时候，我妈妈呢就带着我们姐妹俩去森林里面，她有一个避难的一个木屋，跟那些棚户区的人住在一起。那个时候，妈妈会有一张她特别喜欢的唱片，就是《落日》，然后呢就唱给我们听，然后也教我们画画。你看我画的这些小动物什么的，都是我妈妈教的。我妈妈的愿望是想做一个向往美好的一个自由画家。 我还问说，哎，妈妈，你为什么会喜欢落日？为什么喜欢海鸥？她也总画这些东西。我妈妈说，因为幸福的人总能看到落日，然后海鸥是最自由的信使。
他跟我说，我们要相信我们亲眼看见的人，而不要相信别人口中说的人。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妈妈会这么说，因为妈妈在那段时间在森林里避难的时候，都是森林里棚户区的人在帮助她，在救济她。6月19日，我妈妈做了一个特别勇敢的决定，她决定要跟我爸爸离婚。离婚遭到了我爸爸和整个家族的长辈的反对，我妈就觉得特别委屈，就到小镇的集会上面，就去跟大家说我遭到了家暴，整个家族都在压迫我。我爸就更生气，说家丑不可外扬，你还全给我说出去了，就觉得特别没面子，然后丢了整个家族的脸。回去之后又是一通暴打，他把我妈的头压在桌子上，拿玻璃瓶子去砸我妈妈，他就说离婚这件事情休想。我妈妈说，无论这个世界上有多么的黑暗，你们都要记住，永远都要勇敢的去面对它。妈妈说，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带你们姐妹俩脱离苦海，不要让我们觉得在暴力里面，我们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是接受和隐忍。我们应该选择坚强的、勇敢的反抗，我们才会迎来更好的生活。后来，我妈妈决定要去镇上寻求那个法院的帮助，提起诉讼离婚嘛。我妈妈带着我妹妹去镇上的路上，走到森林里的时候，然后结果呢，等来的结局就是警察跟我说，约翰。对，这是我等来的消息。6月20，这一天就是我特别悲痛的这一天。对。也是同样的手法吗？所以当时也是被绑着，那个眼睛也是蒙着那个。我不知道。但是警察给了我一张卡片，他说这个是塞在我妈妈的胸前的，卡片上手写着落日的歌词。哦天哪！这是第一张出现的卡片，1990年就出现了。知道妈妈喜欢这首歌的人，爸爸。他们家族里的人，棚户区的人都知道啊，因为他们在那儿放的嘛。对。欧收集了很多剪纸的这个新闻啊，他也收集了2000年1月26号卖瓜王的报道，洛大性侵门女生惨死，双尸命案背后藏恐怖动机。这一篇就是我画的平反字像，还是关注伤尸案的一个报道。事实上，他一直在关注这些事情嘛，对不对？那肯定嘛，这些都是因为落日的这个歌词，对，让我会更加的关注这些案件。到目前为止，就是双尸案与你妈妈的死没有关联。哎，然后就是说，他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难理解的调查方式啊，就是可能是有点通灵的。就是它这里面有本书叫《你的梦做的比你想的还要美》，然后里面呢是一个科研的论文，叫做《当梦境与现实产生一致时，到底该如何判断》。它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啊，注意看，这个男孩叫小帅，这个女孩叫小美。这还科研呢？这听完这个就想往上滑一下。但是小帅小美不是重点，重点他被红线画出来了。
直接的感受就是在梦中已经经历过，而且越有想象力的人越可能经历奇特的感受。经常在外旅行的人比长时间停留在家的人更容易经历似曾相识。前面那个画就是我的身份嘛，一个流浪画家。童年或是早期成长经历突发的人生事件，都有可能对自己产生巨大的影响。反正整个童年都是灰色的吧。我的家人被这个杀人魔给杀了。从而形成梦魇的应激反应，负面的记忆会转换成不同的情境，相同的方式形式出现，并以梦为载体刺激做梦者的大脑。然后另一段画红线的就是人的大脑时刻在虚构各种情境，主要是潜意识活动。当你遇到现实中近似的情境时，就会与你记忆中以前大脑虚构的情境相呼应。第三段画红线的。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是某个印象早已潜藏在做梦者的潜意识里，然后偶然在梦里显现出来。就是你在梦里回想起了一些事情，它是真的。他把梦画出来了，而且日期都标了。现在是基于欧迪加的这种心理学的这种特殊现象，我们获取了几个案发现场的受害者视角。2000年的1月20日，在一个树林里，太美丽死了。这是太美丽被害视角。2000年的1月25日的2张，应该是一张是超勇的，一张是好平凡，我姐姐的。然后这个是2006年的12月25日，这有点玄学了。他以为他在做梦，我是真的在做梦，是真的在做梦。其实有很多场景我都是没有见过的，但是从2000年1月20号开始，我就开始一直做梦，我就会梦到自己被杀害，就特别像一个树林的地方，然后我就被双手绑在后面，就是一样的死法，双眼也是被黑布蒙住的，被匕首扎进心脏。到1月25号的时候，我连续做了2次这个梦，有一个呢是在一个无人的小路，有一个像是在空旷的一个广场还是什么的。2006年12月25号，我做到了第4次梦，又梦到了就是在一个昏暗的场景里面，同样的事情发生。然后我这次终于就是挣扎能喊出来了，我是说，又是你那个落日杀人魔。但是呢，在梦里我还是被杀了。但是在之前我做了2次梦，第2天卖瓜王就会出报道。但是那一天我做梦之后没有再出报道。那12月25日是谁呢？未知的死者。那你每回所谓被杀的时候都没有看见凶手特征？我的双眼是蒙住的，我每次都想看到他的脸，但是我看不到啊，只看到了那个标记。我拼凑出来，就拿匕首的这个手上面有一个印记，有一个符号。最诡异的是，他跟这个凶手之间是什么原因产生了这样的连接？只有2种可能：妈妈如果带着女儿走，不可能只带一个，非常有可能其实欧当年是跟妈妈和妹妹一起被带走了。在妈妈和妹妹受害的时候，他就在旁边，他在现场看到了，但是他因为应激反应，他这个东西记忆是片段的，或者是他选择性的只把它变成了梦，但事实上有可能一直跟踪他，他每一起都在现场。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其实他是做这些事情的人。但是他如果是凶手的话，他怎么会是受害者视角？就是很奇怪嘛，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欧跟落日杀手之间的神秘联系视为一种就是潜在的话，也就是说，2000年的太美丽、这个好平凡和超勇，以及12月25日的未知死者是由真正的落日杀手杀的，他都梦到了。而2007年的1月10号的这个无名女尸很可能是个模仿案，所以他没有产生感应。对。
然后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收到今天的这个管家发给我们的这个卷宗，发给他的这部分是最后一页，是关于最近的无名女尸案的啊。然后他特地把这个歌词卡片给圈出来了。这个歌词卡片有什么问题吗？我的意思就是说，这张卡片应该不是我知道的那个，就是跟杀害妈妈和妹妹的那个不一样。对，因为歌词不一样。你记到内容是不是也是刚才那个荣说的那个，对吧？对。那这我们俩是可以印证的，互相。因为它也跟其实双尸案也不一样，母女案和双尸案可能是同一个内容。反正有人模仿是肯定的了，就因为它已经不是同一个歌词了。等于那个是同一个人，这是另外一个人。他是在2000年的1月29日，也就是说他连续做过这3场梦之后，他去找医生求助了，然后医生给他开了诊断证明，经初步判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其实就是我小时候的童年的一些阴影，导致我有这样的精神疾病。我去找了心理医生去问，到底怎么治？我就很想治好我这个病，我不希望我再在梦里再被捅死了，我快崩溃了。然后这里它有一个小盒，盒里面是2个干枯的虫子，像标本一样啊。一个小纸条写着：如果不主动，就会被捕食。这是啥？这个其实就是我的一个当下的心态，大自然就是这样，如果你不主动出击，你只能等待被捕食。所以我觉得为了我妈妈，我要去报仇，所以我就是选择了，就是关注落日这个事情，然后想要找到真凶。然后在他的这个，在画家的笔筒里面也发现了一把匕首啊。他们都带了匕首来。好，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真火火为什么成为这么丧心病狂的一个人。在《每日一报》里面有一个关于真火火成为传媒大亨的一个采访。传媒大亨真火火在落日镇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很惭愧，我很欣赏流行新闻学，新闻的标题就应该具有挑逗性、煽动性和刺激性。当时我父亲是镇上民间组织的救火队队长，结果一次夜里出火，火场爆炸再也没回来。但由于父亲的尸体没有在第一时间被人发现，于是第2天全是指责我父亲临阵脱逃甚至蓄谋杀人的污蔑新闻。我和我母亲深受其害，被霸凌和欺压许久，直到后面父亲的尸体被发现，才还了我们家一个清白。从此我便深知新闻最大的魅力，这里就开始跑偏了，便是在于它能随时随地的操作大众的思想和趣味。明白。然后呢，是我必须要给大家看一下真的卷宗，请注意没有被打开过。2种可能，他没来得及，或者他不 care。就类似这种东西，可能是他组织的，他发的，他没必要打开看。这个事情呢是讲的110落日大桥无名女尸案的侦查卷宗，心脏处有明显的锐器伤口，伤口处有少量血迹。胸口有一张卡片，内容为歌曲《落日》的歌词，但是呢，经法医初步检查，他的心脏是被锐器刺穿，损害严重，所以不可能只有那么少的血。2种可能，一个死了之后被挪过来的，还有一个就是已经死了被捅了一刀做的假象。所以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卷宗，我也有一个疑惑，就是更加确定，我觉得他们不是同一个凶手。第一是歌词不一样，第2他是有慢性病的，第2是血比较少，就是很有可能他就是慢性病，然后被人捅了一刀。这个很重要，死亡时间为当天凌晨4点，误差不超过2个小时。
我们现在姑且认为欧的梦是可以被认证的，也就是说，一定不是这个梦里的死者。对，所以这个人是谁？他尸体又去了哪儿？哇，好复杂。另外，我们请问有任何人在现场发现类似这样的一个瓶子吗？哎，这有瓶东西，上面写了针，这个药叫做香迷糊了。啊，香迷糊，香，好香，香迷糊了。哇，这农贸市场买的，听着呢，5棵松的，一种迷药。这一瓶是没有开封的，没有使用的。但是还有另外一瓶，现在不知道在哪儿。标签被撕掉的一部分。哦，我们房间没有哎。下面呢，就是我个人觉得非常疑惑的一点啊，因为我们现在都在怀疑是真火火在杀。但是呢，我们找到了真火火的日记。哇！他这个日记里面详细的记录了校园这起事件的人物关系，而且在旁边有很多他自己的备注。比如说他在1月8号特优秀，性侵了郝平凡。1月12号，他把太美丽加进来，太美丽力称郝平凡。特优秀把太美丽的私照作为把柄在要挟他。啊？我怎么不知道有那个私照的事情啊？对，就是特优秀拿私照威胁过太美丽这个事儿，我们没人知道，对，都是真自己知道。而且他非常兴奋，他说可做文章反转舆论。然后呢，有了这个私照，就说哇，天助我也，又是一篇爆文。他的心情还是在这个做新闻上，我觉得他的口吻都是在做新闻。对。然后1月20号，太美丽死亡；1月25号，郝平凡死亡。同时死前约见龚长章，龚长章暗恋郝平凡，他做的那个标注叫做可大做文章，郝张特三角恋一定大爆。1月25日，超勇死亡，写的是死就死了，毫无亮点，可气，不配进我的新闻。他说你死前超勇哦，你儿子就有可能就是超勇，可能在那个时候还冲出去，想要保护郝平凡或者制止这件事情，因为他一直在跟踪真火火，所以有可能他觉得超勇误了他的事儿，然后当下就把他给杀了。但是他杀完之后，他又说这新闻没价值，应该这不是一思路啊。以他的这种口吻，他像在叙述这个事情，他不是主使者。但是我现在就觉得大概率他是凶手，因为他的日记他撕下来一个，这个在他的尸体上发现的，是撕下了一半张纸，下面说下一个死的就是你。他是可以决定谁下一个死的。他的字迹，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同一个人啊，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口吻不像是1月8号那个搞新闻的那个口吻。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开始就是一直不觉得是他在杀，因为他搞新闻之间和他自己参与动手去杀这些人，他是不同的概念。但是我们为什么觉得是他呢？因为在他的手上有这个标记，就是真火火的手。所以，他是为了搞出新闻，所以把人杀了吗？还亲自杀人？反正挺奇怪的。反正首先我可以肯定一点，就是郝平凡不是龚长章杀的。因为
哦，这有一个 DV 机，在真火火的看看有没有内容 DV 里录下了刚才被恶意剪辑的全视频。我现在还你清白。今天我特意将龚长章约到了天台对峙，在我心里面已经认定了这一切就是他做的，但是我还需要证据，所以我会将我们对峙的过程全部记录下来。这1月25号录的，就他去世当天，这个时候龚长章来了，走到了他对面。太美丽的事情是不是你做的？是不是你将她的照片传播出去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是，我没有。你还否认？我特意查看了学校电脑机房的登录记录，在那个时间点跟太美丽使用过同一台电脑的人就是你。无话可说了是不是？学校论坛里说你总跟踪我，你到底抱着什么心思？你和特优秀一样的不堪。我真的没有。走了，你走了，然后这个时候从另外一个方向来了一个黑衣人，把他给杀了，把他拖走了，然后又从这边一个角落来了一个人，这是特优秀，这是特优秀。死了。然后这是什么？他发现了这个。所以呢，按道理来讲，这个 DV 的资料应该是在特优秀手里的。对，活火，还把那东西给弄到他自个儿手里了。所以杀我姐姐的人不是特优秀，不是特优秀，对吧？这就非常明确的证明。所以龚长章是特优秀的替死鬼，然后特优秀是真火火的替死鬼。如果凶手是真火火的话，所以他就让他把特优秀给杀死之后，就没有人知道这事儿到底是怎么样了。对吧？对，逻辑上是这样的。好复杂。我们再说一个时间点上的事情，好吗？首先呢，这个是我们看到房间的这个全貌。进去之后呢，地上除了玻璃碎片之外，还有一个烟饼。就是我们看到那个薄烟。从逻辑上来讲，它特别像是一个叫醒装置。就不管是大爷也好，或者谁也好，看到这个烟就过来，要看到哦，有人死掉了。它其实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这是第一个疑点，它制造这个时间点为什么？第二个点呢，是我发现地上的血迹有异样，它有2层，它这个为什么还有很多血迹是干了的呀？第一层是干掉了，然后上面有新鲜的血迹。然后这时候小普就发现了一个这个，这鱼带血，然后是使用过的。然后在现场发现了真的匕首，哎呦，这里有真的刀，打开，里面是有血迹的。真的匕首是有血。自杀。然后现场呢还有这个绳子，可是这个绳子有趣的点就是这个绳子被割断的这个尽头啊有血迹。他是拿带血的匕首去割的。逻辑上不是应该绑好了再杀吗？那怎么会杀完再绑呢？以其人之道，就是你平时怎么杀别人的，然后我就要这么杀你。你说谁会带一个血包进来？对呀，所以我就说一定不是说，到这里遇到谁怎么做，他这个一定是一个想好的。对。那会不会是真自己带着血包进来呢？他要干嘛呢？
下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线的问题，这是真实的，这是这个钟。好，真实的时间点，我们现在知道的一共有4个时间点。一个真实的时间点是荣进门，也就是所有人进门的时候是8点。都8点了，怎么聚会还不开始啊？第2个时间点是8点回房8点10分，对不对？啊，对。但那个时间点是看着钟，对吧？看着钟的，是的。这个8点10分我们先写到这儿，这个大概率也是有可能，因为大家进来之后陆陆续续好像也就是花了10分钟的时间。对。因为我们人体会有一个大概的感知，对吧？接下来有一个时间点是根据那个油桶一格是半个小时，就是你摇铃子的时候，我看了油桶，当时烧掉2格了。就假设8点10分是真的，对，那就9点10分。是应该9点10分准确的，对。就是我们进了房间才点的灯，是吗？对。你们去了那之后，就打完电话回头看，对，那个时间9点15是9点15，对吧？对。再下面一个时间点是我们去搜证的时候，进到房间的时候，我跟小普看到的一个非常准确的时间点，9点40。又恢复到了9点1刻。哦。然后我和普在这个事情之后回来，第1点抬头看到时间10点20，所以那个时钟有一个摇摆，它是一直在这里面摇摆呢，还是他为了什么？明白了，我刚才也想，那所以其实这个时间跟这个时间是相互印证的嘛，对吧？对。然后你们进来的10点20是假的，对，假的，对吧？因为还没到那个时间，所以这个10点20是给谁看的？对。另外一点，他如果想要给我们看这个时间点的话，他是一定会穿帮的。因为我们一进屋就知道才9点40嘛。我们看到这个表10点20，然后一进屋，哎，抬过1个半小时，9点40。10点20是设定好的，等于说这个钟它只能就是说到什么时候啪变成一个10点20，那是一个它来不及复原的装置。我也是这么想，那他为什么要这样？10点20会发生什么？它造成这个时间假象的原因是什么？普烈，你的想法呢？就是我在那1分钟里面，你的收获太棒了，好运机。就是我们在现场看到过那个壁龛，很奇怪的这个壁龛。我看到这个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后面会不会有暗道？对吧？就是2楼的那个是吧？每个楼都有。这个是壁龛的话，这旁边是一幅画。对。然后这个壁龛里面的空间其实是有一点松动的。其实我进去看过，感觉好像有一个暗道，有一个密室什么的。就是如果比如说这幅画里面会是一个空间呢，它可能是一个左右相通的一个密道。但是每一层都是这样。对。这是2层，1层没有，这是4层。这是1层。如果这个暗道不是左右向的，上下向啊？下。就是我有没有可能，它们隶属于2条通道，一个可以向上，一个可以向下。升降梯。哦。都有可能，反正但是暗门是肯定有的，那个感觉就很像。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是个密室。对。
然后最后我补充一点，为什么我认为壁龛里面一定有机关？那是因为壁龛你们绕进去之后，会在它的那个台子上面发现一个落日的一个图案。哦，就是它。在哪里？这个图案和死者手腕处的图案是完全吻合的。哦。哎，落日标记。所以也就是意味着这个公馆是真的公馆，有可能。那就大有可能是他布局把大家叫过来。就是。而且他叫你们来，很有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在日记上写了这句话：下一个死的就是你。对，他是这样的。那他的目标是谁呢？他一定要看谁对这件事情感兴趣，然后他来分析谁对他威胁最大。威胁。那我们来就是自发的嘛？他发出这个讯息，他并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来。对啊，最感兴趣的人肯定会来嘛。而且我都忍不了，我现在要说了，让我那句话，我觉得好像很重要啊。没有人阻止你，你就说。没有人阻止我，没有人阻止我。就是当时8点10分之后，我刚要去找他。202。对，到202门口的时候，我听见了真自言自语说那个人一定在他们中间，我现在要去杀了他。就是说他已经觉得那个人就在咱们这帮中间，对，真的声音，就是逮落日杀手的人，就是要找他的人。就这一次的这个案件，其实对真火火来讲是一个危险案件。对，为什么你没有做到这个梦？因为这个事儿不是真火火干的，而这件事情，这个女的有大量的慢性疾病，很有可能她就是已经自然的死去了。其实这个人是在利用她捡到的一个尸体来做这么一件事情，来引证把真勾出来。但当这个案件被报道出来的时候，同时又被引证说与过去的事情有关，真火火知道有人在布局，在调查他，有人在伪造他。哦，所以他要利用当年真实的这个案件，把你们全部约来之后，找到下一个死者，就找到是谁，再追查这件事情。哦，如果把那个人也解决了，他以后就不会有威胁了。对，是这个意思啊。对，是这个意思。可是那这样的话就有趣喽。因为做这件事情的人一定要对这里还蛮了解的，当然，对吧？我觉得大概率是想要查这件事情的人，但不见得是今天真正的凶手。这个如果等同是凶手的话，那么就排除了荣和欧，因为荣跟欧知道正确的歌词是哪一句，就是你们中间的3个中间的一个。你是家属啊？你知道正确的那一句吗？你知道正确的歌词吗？所以就张跟魏知道有歌词，但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句。对，是不是？好，那张你比较怀疑谁呢？我不知道，我反而在想另外一个方面啊，就是我觉得他们俩的这个互证词会不会有说谎？因为他们是1、2号位嘛，然后他们都在说最后看到一个人影。对，我们看到的一个人影是从3楼下2楼。1号没有必要说谎，对吧？因为如果1号偷偷下楼了，是不会路过他那儿的。只有2号会说谎，没有，因为大从荣的窗口走下去，对不对？荣看见一个人，对不对？如果大也说他自己看见一个人，那是不是就不是他了？对，就是说从嫌疑这个方面来说，大跟我们都一样的，2、3、4、5都是可以说谎。还有一点哦。那个人是单向去了，有没有再回来？没回来。对，我觉得大概率有密室，他有办法再回到自己的房间。所以呢，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凶手，还有一种可能性是真。凑着那浓烟，大家模模糊糊看到那个趴在那儿的人，没有一个人进去确认他是不是真。所以现在如果开脑洞的话，那会儿趴在那儿的时候根本就不是真火火。那我和小普商量着投，好吧？好的，加油。辛苦大家了。侦查加油，加油，咪咪加油，咪咪，不要再管我叫咪咪了。
我是呵呵呵。咪咪赐予你能量。我相信此刻观众们已经睡了3觉了，太难了，对，太复杂了，有点复杂。现在有几个我觉得特别大的疑问是那个时钟，它那来回摆到底干嘛？目的是什么？另外还有就是在已经发现了尸体之后，又看到一个下去了再也没有上来过的人，他会是谁？还有就是12月25号的那个未知女性的那个尸体，就多出来那个也没有被发现那个。而且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点啊，就是欧当时他的家人死。收到警方的信息是有一个歌词吗？对，有歌词。对，他妈妈死的时候真才14岁，而且还知道这首歌。我觉得双尸案是真干的，我觉得都能说得通。但是他杀了欧的妈妈，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奇怪了？那是为什么呢？对，没有理由呀。对，这个图腾其实它可能不是什么真家的家徽，它可能是一个组织。或者一个团伙之类的。那这样的话，也有可能这个公馆就不是真的。可是我觉得我们用排除法，首先，最不可能的是谁？大嘛，对不对？烟也是他发现的。如果是他自己做的，他这样会不会有点？他再耐心一点，等下一个人发现，都好一点。现在他把自己冲到最前面，是大不太可能，对吧？张是因为被真火用舆论伤害了，他打了人，然后他的一生毁了，所以他恨这个人，对吧？欧和荣其实到现在为止没有所有的证据证明他把这个事情锁定到了真火。那反过来推，谁有可能更知道这里的布局？是不是魏比较有可能？年纪大。而且他只花了很多钱在追他，我觉得这个线索有可能。这个是对，像这种图腾，可能真的是什么某种特别高端的私人的会所，对啊，什么一个会员接触到了某个真所在的，所以他才知道，因为这个人必须得比较知道这里吧，而且魏他是直接跟真发生过冲突的，真直接说过你儿子死的时候超勇的，他实锤说我杀你儿子，对，你儿子死前最后一句话我是知道的。对。挂他了，会太草率吗？合理吧？合理。挂别人叫封神，挂魏新闻叫合理。现在没办法和封神，我们就合理吧。合情合理。啊。本节目由祝你年年好运的安慕希独家冠名播出，好运安慕希，年年在一起。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大侦探官微”，实时 get 节目精彩瞬间。上微博参与大侦探话题页点评，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新闻客户端 Zaker 界面新闻特别合作 WiFi 万能钥匙 YY 直播墨迹天气智行怪兽充电智联招聘。媒体支持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青网、红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